光历3910年，在凯撒·克律德拉主导下，提里西庇俄斯的神谕昭告天下，各邦的黄金翼英雄、豪杰与贤者投身其中，兵分各路，为后人留下了诸多传说，史称第一次烛火之旅。时值光历3928年平衡月，凯撒独揽奥赫马大权后的第18年。不要误会，这一年并没有发生什么载入史册的大事件。本篇所述的不过是一个平常的午后，发生在议事厅里的一次闲谈。王毅弃兵，你的意思是以退为进，快速出兵，掌握主动？爱卿也是越发懂棋了。不过攻下树亭还犯不着用棋局推演，除去阿波罗尼的叶氏学派仅剩4派，棋子种类都不足。倘若他们能有7位贤人，还能有些意思。你有什么打算？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我们既已发起烛火，对黄金翼自身和泰坦的研究也不能只存于皮毛，得有一批专攻于此的学者了。不敬神明，树亭对瑟西斯向来虔诚，他们必定容不下这样的异类。不急于一时，树亭的许多研究都快到头了，不研究泰坦，难道去研究大地兽吗？不知是谁总想着要一头更高更壮更温顺的大地兽坐骑。眼下的首要目标还是莫涅塔的火种。金之爵最近在忙什么呢？元老院那边大大小小的事他也该接触起来了。凯撒，其实你想让他接过的不只有浪漫的神权，对吗？烛火是不断失去的旅途，我得做好万全的打算。阿格莱亚她坚韧善良，只是还缺少历练。大小姐脾气又容易心软，你和命运诀就是太护着她，这么下去再过个1000年都改不过来。哪有那么夸张？你不也常夸那孩子见识得漂亮吗？年轻人成长都是一瞬间的事。不过1000年啊，凯撒，你觉得1000年以后的奥赫玛会变成什么样？1000年后，奥赫玛当仍是整个翁法罗斯的中心，所有城邦皆对我们俯首称臣。即便那旋风的王，也只能在奥赫玛陪小孩子过家家。奥赫玛会不拘一格地吸纳各方人才，无论出身，无论血统，都能在奥赫玛安居乐业。届时，烛火军应当已经攻下艾格勒，神罚不在，我倒要看看这天幕之外究竟是番什么景象。那希望1000年后，树亭的大地兽学派能培养出会飞的大地兽，载着你出征天外。指望树亭，你不如担心1000年后，克法勒会不会变成巨大的猫咪，一口吃光你的小鱼干。哦，这么一来，1000年后的凯撒沙拉可就只剩下蔬菜和面包，加不了鱼肉了。我当初就不该批准这道菜名。1000年，凯撒，我们会见到那一天吗？不知道，但我相信1000年后，会有人记下这一路烛火的旅途，写作不朽的史诗。按方才这些，只怕是部野史。那便希望他后写能拿来垫我的王座。